台湾第一点。哇塞，哇！这个就是妈妈，对，她负责生小孩。母猪现在好像在操作什么化学实验一样哎。我们一开始是取我们台湾原生种子，对，无菌播种到这个养殖上面。无菌，这个是金线莲的花，对，那这个可以直接吃吗？可以，哎，甜甜的，甜的哎。是啊，所以酿酒也要靠这个，啊，看起来那欧草草。经过我们抓到酒里以后可以喝的香气，这柳橙汁啊，算了，喝过以后人家不会觉得怎么那么臭。很水哦，你连 N 水你也花到个做成高粱，哇！啊，这样的东西被你做到世界金牌，对。人生能选择的机会非常的多，有些人觉得命是天注定的，有些人呢却坚持在自己的道路上。他们坚持了多久？他们努力了多久？有几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我们来看看坚持之后他们得到了什么。郁郁的山林里富含许多野生的物种，有些人为了将野生的物种驯化而花了大半辈子研究。这一次我们要找的人在南投埔里，他曾经是个农业门外汉，如今却是个专业的农夫。他怎么办到的呢？在台湾呢，有一种东西，有一种植物，它本来野生的时候其实也蛮多的，而且价格还不菲。但现在听说有人把它变成在室内养殖、温室，而且它的字面上翻译跟它原来的植物是没有关系的，它叫做金线莲。嗨，厂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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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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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洪大哥。哎，是。我以前不认识金线莲，我以为它是一种莲花。我就哇，金线莲是什么？哇，带着金线的莲花吗？结果不是哎，是它只是叶子而已，对吧？对，它是兰科，对，它的种植方式跟兰科是一样，一般的兰科类似哦，繁殖方式也类似。那听说你现在有一种新的方法在种植它？哦，对，我们是一直在改良。哦，真的哦，是。好啊，好啊，那我们来看看。哦，好，来，我跟主持人介绍一下。我们以往在看到的繁殖方法不太一样，是吗？还是以往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如果以兰科植物的话，它的繁殖方式都是用这个组织栽培。那金线莲它到底是说它的那个莲的那个字连起来的莲，它为什么会取这个字，而不是用莲花的莲？因为金线莲它本身是兰科，对，它跟莲花没有什么相关系，是取叶脉上它是这个网纹。对，它有这个主脉、侧脉、脉脉相连，有没有？所以说它是连连看的连。它上面好像绒布质感哦。对，它的叶面就像一块绒布一样。对，它也可以拿来当观赏植物吧？可以，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然后可以做一些观赏价值的一个作物。药食同源。对，它本身它是台湾的本土性的一个青草药。青草药，它跟我们那个青草不港。它需要干燥，它是青草，它是属青草药。青草药。哦，那观赏植物来说，其实它也很漂亮。对，因为每株它的网纹都不一样。它跟我们有的观叶植物里面有一个植物叫做电光宝石兰，其实也蛮像。对，有听过。对，但是千万不要搞错，这两种一个是可吃的，一个是不可吃的，是千万不要搞错。这是金线莲，金线莲它说叶脉相连，然后金色的，然后它会有一点点绒布质感、反光的感觉。它当初最高的价钱的时候能够到多高？早期金线莲那时候非常好的时间是在70、80年，那时候70、80年代有来到5000块左右的价位。一株哦，吓我一跳！一株5000块，一台金，所以那时候已经是很贵的了。对，算是很不错的一个。那时候也有野生的吗？有，野生的更贵，野生多贵，上万了。因为它金线莲是我们台湾本土性的一个药用植物，它有一个药王的俗称。药王，就是说它引领就是在青草叶好像是当王一样所以说它有很多药帖子里面都会放金
线莲当做药引。然后你说你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方式在培育它们。对，早期我们金线莲是这个是育苗，对，这个品种我们是育苗阶段。我们一开始我们是取我们台湾原生种子，对，无菌播种到这个让它成长的一个培养基上面。无菌，对，为什么要无菌？因为它在无菌状态下才能够没有感染，才能够大量的繁殖。那我们野生的怎么办？野生的金线莲，它不是都会一直接触到很多的菌吗？对，但是现在就是野生金线莲数量已经很少了。所以说现在必须靠这个人工繁殖，再去做大量的繁殖，然后才能够把金线莲把它延续下去。所以你必须用无菌的方式，然后把它整个这样密封起来。那它的空气光合作用它怎么来？瓶子上方这边有一个棉花，有一个孔。对。我们在要把植物放进去这个瓶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另外一个空间叫无菌培养室里面。对，只有在我们一开始育苗的时候，它需要无菌，对不对？长大之后呢？长大我们就是开放式的栽培，对，就是让它跟一般的植物在大自然的环境是一样的。对，我们把它做这种类似叫做套袋栽培。对，我们就是把它原本的栽培方式多了一个套袋塑胶袋，把它当成一个玻璃温室，让有一个类似一个温室的空间让它成长。要不然我们一般来看到的温室是我要把这一整个模拟像套袋一样。对。但现在我不用，我就是两把它就是一个小温室，缩小版的温室。好酷哦！那你刚刚说的育苗无菌室，我们可以去帮忙育个苗吗？可以吗？哇，太好了，给它来个育苗。台湾野生金线莲是低海拔山区常见的兰科植物，后来被人拿来保健，一窝蜂的采收，现在野外几乎找不到。洪大哥也是从原本的农业门外汉，跟着农业改良场学习，加上自己不断的研究尝试，才能有今天的成绩。哇塞，哇，这里感觉真的很像药柜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植物工厂。这边是培养室。我们在外面刚才看到的那边呢是它的发根阶段。对。它的前身就是这个就是妈妈。对。她负责生小孩。母猪。对，这是母猪。哇，这也算是科技农业。对。我们现在要把妈妈要做繁殖的工作。对。我们会把这个有叶子的部分，把它在操作台上面把它剪下来放到另外一瓶要发根的这个培养基上面。好酷哦！这里面的温湿度你要控制在多少？看你还有打冷气。对，这边我们就是在25度左右。25左右。对。所以，但是它长大了以后，又可以直接出去外面的温室，又不用控制在这样的温湿度了。对，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对，我们是全年生产，所以说我们每天都在重复这些工作。好厉害哦！哇，那我可以看你操作一下吗？可以，好不好？我怕把它弄坏掉。好的，给，来，这好像在操作什么化学实验一样这个就是跟研究室一样。所以说我们会穿这样子，就是在无尘室里面。洪大哥，你以前是学什么的？我以前是学电工科啊。学电工科又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就是误入歧途。对，是啊。为什么会跑来做农业？我们本身是务农子弟啦。务农子弟。对，然后想说回乡之后做一点比较经济作物之类的，才会踏上金线莲产业这个路。好强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要让那个植物成长的一个培养基。培养基。我们把它做成果冻状。好让那个金线莲能够站在上面长根这样子。好哦，那这个就是母猪了。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妈妈。所以要把母猪插上去。对啊，但是要插上去之前呢，我们先要把妈妈把它放到盘子上面来做个整理。好，你弄。好。你这很像在拿那个瓶中信呢。金线莲其实蛮妙的就是说它从小要在无菌，看起来似乎很脆弱，一旦它长大了以后，它就是非常强壮的。它这样待在它这个无菌的瓶子里面要待多久时间？差不多4个月左右的时间，它才会长成这样子。
然后后面还有8个月的时间。后面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那个，对，等于是它的下一代。对，纸皮那边是要4个月的时间让它长根。长根。对。但是我们要放进去之前，我们要做个整理，所以说我们用剪刀夹子。好，这样还要剪。对，你看这个就是金线莲一个完整的植株。对。然后我们会取它的上半段，留一个小根，待会儿把它放到这个培养基上面，它就会长很多的根系出来。然后它就是我们所需要用到的那个就是要去种泥炭土的种苗，土里的种苗。对，好。所以说我们要一株一株的把它放出来。其实只要稍微有带根的就可以了，对吧？对。它等于插土就会活了啦。是。那很强壮啊，其实。但是这个操作呢，一定要在这个无菌空间里面，要不然它就是插下去就开始长，就发霉的话，那个就挂了。对。好，那我们小豆，你要不要试一下嘛？记得这个。对。我没有这样子用工具操作过东西，也会觉得好像不知道哪里怪怪的。这个没有头一次好。对啊，这样就可以了。对。来，好，那你再教我怎么样把它放到瓶子里，放到瓶子里，好不好？好的，好。我要换长的，对不对？对。因为这个瓶子深度比较长，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长镊子。OK。然后这个一颗一颗的植物，小心的把它放到这个培养基上面。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就固定了。看起来还蛮 OK 的，借我玩一下。那夹的方式还是要有技巧的。对。它在旁边吗？这样宽度可以吗？可以，就是0.5公分、1公分之间。这样可以哈。可以。哇塞，看来我也可以回乡当务农子弟。欢迎。其实用果冻的方式比较好插对，就是最主要是让它固定用。它这个固态的，把它做成固态。这样。好好玩哦。好像在做什么摆盘的装饰，其实蛮容易插的啦，不难，其实熟能生巧了。那它大概需要几株？我们业界都是规定30株，30株，这是统一规格。我这个速度算快的了。算很快，但是有个问题。什么问题？你有没有算几颗啊？我没算到。1、2、3、4、5、6、7、8、9。这第10。对，所以说我们一般在操作的时候，等一下小豆，你今天来的正是时候，因为金线莲的开花的时候长得蛮特殊、蛮漂亮。那这个可以直接吃吗？可以。甜的。台湾第一点，这里面要塞30颗，怎么塞得满啦？可以的。到最后面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要找空间下去放。等一下，这个开始东西越来越多就很难。越密集的话，就越不容易把它放好。对。越密真的越难。我插15株已经快满了。15、16。一想到这些培养瓶中的金线莲都是靠着冯大哥的巧手一株株培育起来的，心中真的十分佩服。避免杂菌滋生，它们就能健康长大。最幸运的是，金线莲1年1度的花期盛开，竟然就被我遇到了。金线莲的花，对，它是金线莲开花了小豆，你今天来的正是时候，因为1年当中就是国历的10月到农历年前后是金线莲的开花的时候。哇，就这么一个半月让我遇到了。对，所以说我们趁着金线莲还很生鲜的时候，我们先赶快把它采起来。是哦。所以你们也是像这样剪在这个位置可以吗？对，可以剪这样子。对，它是没有味道的。没味呢？没有味道啊。但是金线莲的花长得蛮特殊、蛮漂亮的。它好像一个小兔耳一样。对，两个像小兔子耳朵。有没有？哇，好酷哦！那这个可以直接吃吗？
可以，你可以试试看看。我们这个是有机栽培的哦，我们是从民国100年就取得有机认证。有机栽培的，对。所以就是你就把它采个花，吃看看。所以我现在就是名副其实的花痴。甜甜的，甜的是啊，它是甜的甜，口感不错。其实这个做沙拉或许是一个卖点啊。我好像羊还不错吧？吃完了，好吃这吃完了怎么办？我们这个都是全猪都可以食用的啦，全猪可食用。对。但是它越到下面这边，它纤维会比较粗啦，所以就比较很难下咽。不会啊，蛮好吃的，很像我们小时候我们会去采那种有一种红色的花，是有没有？它中间会一条，然后你会把它这个花拿起来，然后从后面一吸，里面会有蜜，对，好像那种味道，甜甜的。但是金线莲花呢，它多了一个甘口的味对，它比较有甘味嘛，对不对？苦味。哇，碎，好，我来帮你剪。好。那采下来了金线莲的花，你们会做什么？我们会把它先干燥起来，对，然后冲开水，当做金线莲茶。花茶使用，对。我第一次采金线莲花这样，对，哇，其实它很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蛮漂亮的。哇，加碎。大哥，像我现在这样子，是它的金线莲的花我们采完了，是，那这金线莲就可以采了吗？对，像这样子，我们采收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清洗干净，然后就可以当做产品销售了。怎么做？要怎么采？我们先把整个金线莲，对，整把抓起来。我以为它是把这个土先抖一抖。它是连根也要的。对，金线莲它是全株入药，全株可食的。对，然后我们待会要去把这个金线莲的根上面的土壤要把它洗得干净。好，它这样子吗？等一下。对，整个把它提起来，然后抖一抖。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起来以后就是剩这个，对，然后把它再洗干净。对，你们会再做干燥？没有，就直接生鲜包装就出售了。那以金线莲来说，你们自己在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食用方法？除了煮鸡汤以外，打成汁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机饮食。生机饮食，对，可以吗？可以。好啊，那我们等下打成汁来喝一下。我没有这样喝过金线莲。可以啊。盛开的金线莲花海有如黄金般闪耀，在农场却不由得你慢慢欣赏，必须赶紧把鲜花采下，成为茶包。而主要的金线莲自然成为保健进补的好食材。这锅汤的清甜不在话下，大哥说它含有天麻素、金线莲同核糖，对记忆力、抗氧化有很大的帮助哦。金线莲的花我们也是可以泡茶，是可以的，就是用来泡茶的嘛。我就变花茶，但这是干燥过的吗？还是新鲜？这个是用我们刚才所采的生鲜的那个花下去泡的。它泡出来是红色的。我们用水煮，它的颜色会比较红。是要用煮的，不是冲泡的啦，用水煮。酷哦！喝看是什么感觉好不好？它有一个蜜香味。对。因为它本身花里面有花粉，叫花蜜。跟我刚刚吃到的感觉是一样，它带一点干花。对，还是有金线莲的，你喝过金线莲茶的那种味道，是苦干的那种感觉。好啊，我们现在你说的是用什么方法打成果汁哦？就是我们如果打成那个金栗汤，我们可以用这个生鲜，刚才我们所采的这个整株下去吗？对，它金线莲吗？不用，就是新鲜的把它放下去，压下去就可以了。这样子，对。多少？金线莲的话，我们看水量，这个我们可以放个5颗就可以了。5颗就够了。对。5颗会不会太少啊？会不会太寒酸？我这样子就很浓的。它金线莲它本身打出来的，因为它叶被粉红色，非常的绿。对。所以它打出来的汁是绿色的汁。再来呢？这样够了。
还需要再多打一下，但是我们刚才有采一些花，有没有？对，我们可以加点花下去。好啊，好啊，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做。这样也就够了。对，不会太寒酸。好，如果想加的话，我们直接让它混合。如果要喝细绵一点的话，就是打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打好了之后呢，我们再加一点这个不纯砍头的纯蜂蜜，这样子会提升它的口感，喝起来这样够了吗？应该够了，因为本身花这个甜度。来，你如果是不喜欢有吞咽起来有那个颗粒感，我们在家里可以把它用那个筛网把它过滤。像我们如果不会弃掉的话，我们这样子喝看看。因为我们没有过滤，所以说口中还有那个金线莲的颗粒，这样子咀嚼，不错哎。但是说真的，一下去有那个青草味比较浓，但是后来呢，金线莲那个甘迪，对，它会在口腔里又重新再散开来。好哦，谢谢你，谢谢厂长，让我们今天重新对了金线莲又有另外一个认知跟认识了，因为以往大家都觉得金线莲。它可能是莲花的莲，你会觉得它跟莲花很有关系，但其实不是，是因为它叶脉上面呢，它是相连的。对，那它又是属于兰科，对，它可能是用种兰花的方式，是，我们再把它种起来。对，然后您的那个无菌室是，又是把科技农业的结合。对，台湾的金琴呐，就是跟齐了，跟齐告表的吉利耶啊，对吧？是，谢谢你，谢谢。彭大哥小小的农场坚守的是不让祖传土地荒废的决心。经过将近30年，用满园的金线莲证明了他努力有了回报。而接下来我们要到台中外埔，在那里等待我们的是一堆稻草。大家都知道稻草是什么？稻草到最后变成零污染，然后变肥料，对不对？但稻草最后可以跟酒有关系，谁知道？赖博士。然后它跟酒有关系，因为它里面的微生物对截取以后来酿酒的用的。酿酒把那个曲发酵的时候要用到的曲，我们是用小麦，对，小麦本身就含有微生物，对，可是那个微生物的量还是不够，对，所以我们借助稻草里面的微生物，对，加强那个曲里面的微生物的量。我今天好像上了一堂化学课哦，而且还怎样呢？它地方性的微生物都不一样。比如说，在我们大甲酿的高粱酒，对，跟在嘉义酿的高粱酒就不一样，风味就不一样。金门酿的高粱酒又不一样，所以它的风味是不同的，完全不同。哦，好啊，你可以带我们来去看一下。好 ，OK。很多东西科技可以取代，但仍然有科技取代不了的。那些天然的微生物所产生的细微变化，竟然是酿酒的极品，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最讶异的是，稻草做的酒竟然做到世界金牌。这里面的香刚开始就感受到有一点点温度，因为曲在发酵的时候，在培曲的时候，它会产生温度。是哦，对，这里面的温度是有差的呢。对，你就摸手到这里，有一点，它是有温差的呢。有，一定有温差。赖博士，在这，一定有温差。最高会是我们控制在50度，会到50度。50度哦。最高的时候可以到50度。我们培养的是中温曲，对，酿造台湾清香酒、高粱酒是要用50度左右的。对，它还有高温的吗？还有60几度的都有。其实我们要酿什么样的高粱酒来控制，用温度来控制。清香的就要控制在50度以下。对，你要比较浓一点，有酱香的就给它控制在50度以上。它那个香味是什么香味？所谓的香味。就是我们喝起来像大陆那个酱香、浓香，就是都会有一个味道。对。我们我不行，那个我们高粱酒你喝过，就是那种叫做清香的。所以你说像它里面这些是曲菌哦，曲菌，它看起来那草，它就是本来是白色的，对，刚开始是白色，对，慢慢变成灰色，对，成熟以后又变成它有产生孢子，对，就变成黑色。所以它这个跟我们霉菌不同，一样的，对。
经过我们抓到酒里以后可以喝的香水。那柳橙汁啊，哇，这样的东西被你做到世界金牌，对。台湾第一点，哦，好酷哦。对，那难怪你里面你说都不用洗，那一边是曲菌，它孢子上去了就是上去连在那边。对，我们所要的是自然肉菌。你小麦放进去以后，它孢子下来，对，就会又会在那个小麦上面生长。对，然后就开始它如果在这各种不同的东西上生长，它会产生不同的风味，会产生不同的风味，香气都不同。所以他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它在翻曲，对，因为我们曲培养的时候，要让它整个四面都受到通风，还有温度也要调整，这样。哦，这里面真的太热了。现在在翻曲是在调整它的通风的角度。懂了，其实你知道这边都有开窗户，外面现在今天的温度是12度，气象局出来是12度。对，我来打一下，看这里面有几度。哦，哇，它这两个哇。31度哎，差了19度了。19度了。哇，这个温度落差这么大。如果说现在外面的室温是我们夏天，那怎么办？夏天，我们要控制吹电风扇，降温。所以对菌种的了解也是很重要。对，如果不了解它，一个夏天让它整个再升高上去，对，你可能那一季只能做得出浓香型，对不对？就做不到什么清香了嘛。对。就是霉菌。对。就是根霉菌，这个对我们身体不会有什么影响，不会影响，不会。30，我现在拿起来是热的，好像拿到一个暖包。对，培养出来曲菌之后，我们还要再做什么？培养曲菌，这里培养差不多要3个月，以后我们就给它搅碎，这块砖给它搅碎，高粱酒蒸熟以后，就给它加进去。出来烤，我迫不及待，这太厉害了。一瓶酒的好与坏，关键都在曲种身上。因此，曲可说是高粱酒的灵魂，是一种大自然间与时间形成的微妙化学变化。急不来，只能耐心的等待，一切就绪后，才能开始制酒。这是高粱，没有酒的高粱，没有酒的高粱，蒸煮的，给它煮熟。现在煮好了。煮好要倒下来，高粱到底是什么味道啊？等一下吃吃看，可以吃啊，直接煮好先吃。没喝过高粱酒呢，也要先吃过高粱，对不对？高粱到底很香，你可以吃吃看。高粱是长得好像那种小米状这样。对。很香啊，高粱香啊。就是像白饭一样啊，对，它以前也是一个食物吧？对，北方的主食，对，很香哎，米饭香，好像有一种在吃没有绿豆味的绿豆，口感嘛，它这样一颗一颗的嘛，对，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香味，你越嚼它越香哎，很舒服哎。刚刚我们看那个豆豉，对，你做好了以后，给它粉碎成粉状，放到这里。哦，鱼纹在那边。它就是把高粱过去，然后上面好像在撒胡椒粉这样，撒胡椒粉，对，曲粉一直撒上去，它跟高粱附着在一起，然后呢，然后去发酵，然后再去发酵。赖博士说，他坚持固式发酵法，也就是传统的古法来制作。虽然成本高、时间长、工序繁琐，但所酿造的高粱酒滋味浓厚、层次丰富，和一般的高粱酒一样，要经过2次蒸馏。制成到这里都和坊间高粱做法一样。接下来才是拿金牌的关键。酿酒酿好以后，对，储在这个桶。对，这里有从2年到16年。哇！放这边要干嘛？保存，给它风味口感更圆润。对，就是像人家说它放橡木桶里面的概念。对。
哇啊，这样的东西被你做到世界金牌，对，呵啊，我们可以来去喝喝看吗？可以试试看。这里面是，哦，太香了吧！香了吧？哦，香哎，纯高粱，16年，16年的，6年。哦，顺畅哎，它那个辣的味道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直接就是很顺，对是。哇，好喝。这些高粱酒储存在地窖里，又再一次经过岁月的淬炼，让它磨去刚蒸馏完的呛辣棱角，只留下浑厚纯净的余韵。细细品味之下，更能品出高粱的甘甜。但世界金牌最大的秘密并不是这个，除了静置，第二个关键技术竟然是。所以，博士，你说你厉害的地方是有榨汁机哦。我们天然植物的香气，对，像柳丁、对柠檬，就是用这一台设备抓住在酒里面。香味抓不住吗？天然的植物的色香味，对，经过一加热就没了，就跑了。这样的做事可以把新鲜的香气抓到酒里面。抓到酒里面，对。但经过我们抓到酒里以后，就等于说可以喝的香水。所以你现在柳丁喝出来就是柳丁的高粱，柳丁的高粱。对，骗人，怎么可能有柳丁的高粱？等一下再看看，我没有喝过哎。等一下再喝。好，来，我这杯子准备好了。这是柳丁的高粱，柳丁的高粱，4个味道就好。好。这柳橙汁啊，新鲜的。它是柳橙汁哎。柳丁如果经过煮过，那味道，新鲜的味道都没有了。这个是柳橙汁哎，对，它颠覆我对高粱的那个想法，这是柳橙汁哎，对，而且是新鲜的柳橙味哦。这个修哈嘛，很舒服啊。这几度？现在差不多6度。它喝下去的时候是辣的，对，口感跟高粱是一样的，对，就是有那个哇修了啊呢，然后暖暖的感觉，但是在嘴巴里是柳橙汁，就是有一个喝了会辣的柳橙汁，对，喝了有柳橙香味的高粱，对，太复杂了啦。这个我以往喝酒的经验只要是比如水果酒啊，对，很容易头痛。我们这一个就是把头痛的给它拿掉。怎么拿掉？就是利用这台设备。有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别人不用，然后你再用？我研究出来的。是你研究出来的。对。那台是什么？蒸馏器。它的原理是怎么来的？我们利用那个时间、温度、浓度、压力，用来控制把香气抓住。你怎么发现的？也是经过2、3年的时间研究。那不是您原来是学什么？学校是学什么？生物科技。你看，学以致用就是这种人啊！学以致用的蟑螂。哇啊！你利用你以前所学到的东西，里面有温度、压力、时间、浓度。如果去配合，让它这个香气抓住流到酒里面，它把臭的、不良的那个功能压到下面去的。主要是什么？甲醇，是甲醇。高提醇就是丙丁戊己这些醇。我们要的是乙醇，我们要乙醇而已。还有一些甜酮类，那些都是造成头痛、有臭，对，有反胃，喝酒了会反胃。利用我们这套设备处理以后，你是送到世界评鉴会去得到拿冠军。这边有更舒服的东方美人茶酒。茶茶，你连茶的香味都把它提出来加酒里。
修蒜头给啦，本来需要用姜，需要用蒜头的姜慢慢对。来，现在要加什么？我们调蒜头是吗？先加一点点就好，对，这样就可以了，应该够。蒜头给啊！台湾第一点，这是东方美人茶酒，东方美人白毫乌龙啊，对，哎，得，但是喝的是高粱，都是茶，哦，这个实在是都是茶，非常舒服的茶，哇，难以形容哎，就是你喝的那个酒，高粱酒，我们大家都喝过，有喝过高粱酒的人，或者是高度酒的人，大家都知道，你喝下去回头来的那个味道，它是会有一点，你呼出来的气会有一点点，有些人觉得香，那有些人觉得怪怪的，有些人会觉得很呛，对。这个喝下去，回头来就像是你刚喝完一口热茶是一模一样的。对，没错。你太厉害了吧！所有的茶叶里面的香，完完全全抓出来，而且不是化学，不是，它不算化学，它是用生物科技天然的方式。哦，哇，哎，我发现这个抓香的这个功能，世界上大概只有这些可以做的事。哦，真的哦。赖博士的抓香技术从不藏私，但就是没有人学得会。我想那真的需要靠经验的累积才能抓到诀窍吧。而且他现在已经成功制出40多种台湾独有的味道，更希望能做出台湾香味酒博物馆。我们这里面有几种是台湾特有的味道，做了差不多40-50种，40-50种。那我们先挑一些比较平常、大家比较认识的，所以差不多18种。18种，刚刚我们柳橙有放过差不多4-5年，4-5年了，4-5年了，所以它变几趴？变45%。原来我们刚刚喝那个是65%，对不对？好，看这45%会变什么样的味道？我喝。变顺，对，很顺，很顺畅，香气香顺的水果酒，柳橙的香很饱满在口中，然后这样，哇，它这整个喉韵啊，口腔里面都是那个柳橙味，好像你吃了一颗那个口香糖，然后是柳橙味，对，它辣辣的，有点辣辣的，还是蛮 man 的。再试其他的，我们来N 水哦。你连 N 水你有法度甲做成高粱 ？N 水，嘿，新鲜的 N 水味道要入酒，几乎不可能。N 水，真正是 N 水呢，好像那种人家菜市场爱龟背爱烧的，爱的人是足爱的，啊惊的人是好摸安尼。比你出生的 N 水还要 N 水。还要香，超级 N 水，很 N 水呢哈。这个如果喝一口这个对，再加一点点醋，再吃一口辣椒，嘿，就是凉拌 N 水了。凉拌，对 ，N 水。哇，再来，还有什么？蒜头，喝过以后你不会，人家不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臭啊，真的不会产生臭味。懂了。来一点。香啊！蒜头很像那个，你有没有曾经吃过黑蒜头？对，就是那个黑蒜头的味道。对。而且它还不是那种呛辣的蒜头味，它是香的，就是黑蒜头的香味。对。哦，香的很舒服。蒜头配高粱酒，对，是好喝的哎，好喝。其他就是茶酒。茶酒是吗？好厉害哦，用茶哎，都是台湾特有的味道。你看用的这几种都是嘛，而且不同茶叶它有不同的风味。哦，真的吗？现在我来哪一种？喝大玉林，海拔2000公尺那个大玉林，比较清香。清香，不同茶就不同的风味，很明显。哦，
啊15绿茶，这要喝下去才感觉得到，没有喝感觉不到。没有喝好像我这个好像酒味比较重，喝下去不会。没有喝的时候就感觉它有一个飘飘然的茶在上面的感觉，但喝下去的时候就变绿茶。我们刚开始研究茶酒，想说台湾乌龙茶酒很有名，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乌龙，变成茶酒，因为从1000年前的苏东坡，对，他就喜欢喝茶酒，对，可是1000年来没有人做得出来。台湾茶是世界有名，大家都知道。我们就用一个台湾的特有的香味香气，对，然后把它变成一个高粱，对，看能不能这个台湾的乌龙茶酒代表台湾，然后代表华人走向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酒，因此赖博士终其一生想为台湾创造一款属于台湾味的酒而努力着。而这里的台湾风味的高粱酒，可以喝出赖博士对高粱酒的热情与坚持。相信有一天会让风味高粱酒在世界上发光发热。哇，其实现在有这种几种味道的酒，就完全就会颠覆我对做菜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本来需要用姜，需要用蒜类表芝麻面，主要我有酒，反正我也有姜的酒味道啊，我也有蒜头的味道了。对，我先来把它变放，可以用纯酒下去，用纯酒下去煮就好了。这是米酒，贵妇型的米酒，贵妇型杯巴龟狗，哦香哎，这米酒遇到温度下去就香了。都过了。你以前有这样做过吗？有，也有，成本比较贵，成本啊，没关系，我来到这里就不担心成本了。这个，哦哟。台湾第一点，这个叫做它是一个秀来的，灯关掉以后它会更明显，就让它慢慢把酒精煮到没有，对，我们再来调味，对，那也是用酒下去调味，哇塞，这一个一定好喝，好吃的，绝对好吃了，真的了，哇不得了，那一定好喝的。甜的，酒甜的，甜的，它有那个米酒的米味，但是它的现在还是有一点点辣，现在还太辣，还在烧。对，这个无法全酒真的要加一点水，是不是香？香哦，现在这个居然都来到这里了，我看还是不要加水，我们直接再加酒。这个真的是贵妇啊！给吧，稍微大一点。谁知道它的火这么焰？这我们叫做火焰鸡。哦呵，这个是原味。博士，你要不要喝一碗？来，你喝一口看看。哇，米香完全那个米的香味全部都在这里。哎呦，有够好喝！它上来的感觉有点像是奶香锅，很怪，你会感觉它很浓郁的那个米香，然后它是颜色乳白，它进到嘴巴里，它的滑顺温润感就进去了，那整个感觉是很舒服的。哇，还没有加别的，我就米而已耶。对，来，现在要加什么？我们调蒜头是吗？要加多少？先加一点点就好，先加一点点就好。对，这样就可以了，应该够了。这样够了。哇。那味道都是蒜头，都是蒜头的味道，这整个蒜头味道马上就来，一点点就好，一点点的，一点点就好，喝。蒜头鸡啊，这是蒜头鸡汤对了，哇，这个比例是好，哇，这个好喝。再来加一点点姜，好吧？因为以往我们在烧酒鸡来这个有麻油、有姜、有蒜头嘛。我们现在来试试看这个一点点，舒服这个可能就不用那么多了，这稍微一点就够了。虽然喝进去，它那个香气有盖一点掉，可是后来闻得出来
舒服，你难得喝到这种的烧酒。好来，博士，我今天跟你待在酒厂这样待一整天哦，其实也真的学蛮多东西的，好像是来上一堂课。有时候从生态嘛，到我们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镇，它都有一些强势的菌种，我们下去酿菊，然后又开始把它酿酒，酿成酒蒸馏出来了以后，它变成一个好喝的酒。对，有这样的味道，我还可以入菜用。对，再来另外一个，我们原来去养那些菊菌、那些稻草，又再丢回土地里面去，这些才真的是台湾第一点的环保。因为你对环境有所照顾，你把这些环境顾好了，优势跟强势的菌种会出现。对，然后土地又重新再被更新一次，你再把好的强势肥料再丢回去，又再养。对。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台湾第一的，开启小铃铛哦。